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，日本人说宁可不要本土，也要保住东北。您说这小日本对东三省的执念，那得有多深呢？自己家都不要了，他们呀，恐怕早就把东北当家了。早从明治维新开始，日本就盯上了东北。一来因为日本国小，实在限制发展；二来作为一个岛国，几百年前就有人预言过，日本很快将会沉没。这始终是日本统治者的一块心病，所以他们迫切地需要一块新的土地来重新建国。我国东北地区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首先，东北资源丰富，地域辽阔，总面积是日本的 2.5 倍，耕地面积更是日本的3倍。其次，这里可以居高临下，威胁紧邻的沙俄。总之，不管从资源、国土面积，还是从战略意义上看，东北都是日本眼中的一块肥肉。为了吞下这块肥肉，他们沿着南满铁路建了无数个移民点，然后鼓励本国人移民过来。这些移民点像毒藤一样缠进东北腹地。到9·18事变前，已经有24万日本人扎根在此，并控制着东北8成的铁矿和6成煤矿。到了1936年，日本首相更是将迁居东北定为了基本国策，预计把500万日本居民塞进我国东三省。不光如此，他们甚至都把长春当成首都来建设了，还给长春改了个名，叫什么？大新津。您说扯不扯？从那以后，日本开始在东北大搞基建，修铁路、搞都市区、修现代化街道等等，包括今天的地质宫、新民大街，很多地标性建筑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。但是这些福利，东北百姓享受到了吗？当然没有，他们还是建立在东北人民的血肉之上。多少东北同胞拿着微薄的工钱，在矿井里没日没夜的干，最后丢了性命。大小兴安岭、长白山的原始森林被砍掉了1.4亿立方米的木材，对东北生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，至今还没完全修复。甚至直到日本投降，他们还在打东北的主意。夸张到什么地步呢？为了保住东北，他们甚至提出计划，把日本政府和天皇都运过来。不过历史证明，他们的算盘彻底打错了。他们低估了咱中国军民抗战到底、收复河山的钢铁决心，这份痴心妄想注定不会实现。